我也不知道你从哪里听来这些谣言，但是身为公众人物，我早就已经习惯了。你拉小提琴太浪费了，应该当演员。你的建议我会考虑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们约出来一起喝茶，可能会更深刻了解对方，解开一些误会。是不是误会，迟早会知道。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真不要脸，都不知道你以前怎么会有这种朋友的。你可不可以走慢一点啊？我穿这个很难走。那你脱掉啊！我试过了，脱不掉。唉，真是个可怜的灵魂啊！活着的时候被别人欺负，死的时候又死得那么难看，唉，连一个灵魂大师都没有。我来了！找死人咩？你就是那个死在海里的 Jaylin 丢啊？为什么没有在海边等我，害我找不到你？你的灵魂大师383。我躲在石头里面还是很晒哎，好不容易天黑我才出来的，还好遇到静爷啊，哼，还帮我出了一口气。你们办事效率真的越来越差了，人死了都不去接他们，万一出了什么事，谁来负责？冤枉啊！我们刚刚重新划分区域 ，handover 有点乱，所以不小心漏掉他。我一收到通知就马上来接他了。借口。其实呢，海里是不关我的事的，我的范围只到海边哦。你是想要说他倒霉是吗？哎，算了，反正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习惯了。哎，你是不是潜水的时候死的？潜水教练带我们去一个洞口，乌漆抹黑的，我很害怕，喘不过气，结果就这样。哦，原来你是被吓死的，那你是不是有幽闭恐惧症啊？哎呀，真可怜。哎，还不快帮他脱鞋？哦。好厉害！唉，我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会过得这么惨，还被人弄残了一只手。是 Chloe 把你的手弄残的。不小心，我怎么知道那个门锁了打不开？我小提琴还在里面，有锁？你东西在哪？啊！放你出来的话，我就没有机会了。你慢慢休息吧。我被锁在里面很久，醒来的时候人已经在医院躺了1天，不止错过了 audition， 还得了幽闭恐惧症，也不能再拉小提琴。你怎么不去报警啊？我试过了，他不仅不承认，还找人做假证。这只是一个 audition， 他要做到那么绝吗？他这种人肯定会有报应的。我只是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这么成功，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公平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，你还是安心去投胎先吧。为了这种人留下，不值得。我会帮你盯着他，看到他身败名裂、一无所有为止。Kira 已经走了大半年，就算你不想谈恋爱，也应该试着放下他。我最近才发现 ，Kira 有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，包括他也偷窃癖。是的，他的神经紧张，控制不了自己的冲动。我听 Chloe 说，他甚至认为自己偷了姐姐的才华。我怀疑他有 imposter syndrome。你替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到这一点？他的确提起他姐姐，还时常拿她来做比较。那他还有没有提过她们姐妹俩其他的事？你知道我不能透露太多的，况且
Kira 都已经走了，你知道再多也改变不了什么。我想知道这些，不是为了 Kira， 是为了活着的人。你是说静瑶？她是 Kira 的姐姐？几乎可以肯定。你们是在说 Kira 和她姐姐吗？他们两个不是双胞胎，没想到会长得那么像。其实我也对 Kira 的姐姐很好奇，之前她不怎么爱提，我也不好意思多问，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。Kira 之前没有跟你提过吗？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可能她的家庭情况比较复杂，不想多说吧。那静瑶有没有提过她这个妹妹？我们不谈这个了，祝你演出成功。是，谢谢。妈，小聪，我能碰到东西了。妈，如果你觉得闷，你可以跟我和静瑶说，我们都可以带你出去走走。不是的，我只是希望能做点事，这样子就可以照顾你了。灵魂集中意念是可以碰到很轻的东西，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碰，不能抓也不能丢。没关系的，我只要能碰到我的儿子就行了。所以你上次上我的身照顾泽聪，是不是认为以后也可以这样下去照顾他？这有错吗？你也不应该不经过我的同意上我的身啊！哎，我有叫你的哦，是你睡得太熟了叫不醒，我也是逼不得已才这样做的。妈，我知道你想接近我，不过你这么做对静瑶、对你不太公平。你是灵魂，不可以像以前那样照顾他了啊！我不照顾他，那你来照顾他吗？你就是给他喝了那个蜜糖水啊，他才会上吐下泻的。这也怪我？不怪你怪谁啊？他是不能喝了牛奶之后又喝蜜糖的，他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，喝了之后会泻肚子的。这么久的事你不说我都忘了，更何况是他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，你现在为了他反而来怪我？如果你是真的为了他好，就不应该留在这里。灵魂有灵魂该去的地方，你不应该留在这里的，会让泽聪很难做。你是在赶我走吗？好，妈，静瑶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只是好心提醒你，像你这样的灵魂我见多了，你再这样执迷不悟，只会变成恶灵，会被带去冥界受罚的。你竟敢诅咒我！你先冷静，静瑶只是语气重了一点，她不是在诅咒你。我们也是希望你好。你是不是也想要我离开啊？我已经长大了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是人是魂，你永远是我妈，我都能感受到你对我的爱。可是我舍不得你。我也一样。不过你一直留在这里，执念、欲望越来越深，我担心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要我离开。我跟你才是一家人，该走的是他。妈，这是两回事啊！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认识他之后，整个人就变了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挑拨我跟我儿子的感情。如果你继续兴风作浪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妈，早。早。还是找不到你妈？我看她是重新躲起来，不想见我们。感觉她好像还在这里，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一下吧。可是她从来都不发脾气的，都已经3天了，
我怎么叫他，他都不应。你说有没有可能他已经走了？你是说去投胎？啊。他那么不舍得你，不可能不告而别吧？可能这次真的伤了他的心。我说话也太冲了，下次见到他一定要跟他道歉。你只是实话实说吗？放心吧，他一定没事的。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我们调查过了，林静瑶的父亲在她15岁的时候过世，19岁那年遇上车祸，昏迷2年半。期间，她的母亲带着妹妹去了美国，之后再也没有来往。她原本的成绩非常好，车祸之后却一落千丈，过后索性退学，也离开了照顾她的叔叔，自力更生。她没有任何的就业记录，社交媒体也没有什么来往的人。她最近最常接触的是一位叫郝泽聪的心理医生。他们目前是同居状态。你偷拍我？如果你没有做过，还怕我偷拍？你每次偷东西都是我帮你善后，现在你还自残，万一这个传出去的话，不止你形象受损，还会连累到我。那你更不应该偷拍啊！删掉！你是故意这样做的，对吧？之前你装病，取消美国的工作也就算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安排了新加坡的演出，你却给我来这一套，你到底有完没完啊？我是真的不想上台，可是我想啊。所有的名气、掌声都给了你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，连属于我的机会都要毁掉？我有亏待你吗？工作室的钱本来就是一人一半的，这几年你挪用了多少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是有忧郁症，我不是傻瓜，还以为我真的不知道。如果我爆料给媒体的话，你什么机会都没有了。那些钱都是我应得的，你以为所有钱都是归我的吗？你每次做了那些见不得人的事，都是我用钱来替你解决的。你以为我想的吗？我是控制不了自己，我压力真的很大。那谁的压力不大？你根本就是在推卸责任。我真的很后悔当你的 partner。那好啊，把你抢来的东西还给 Jillian。你这小提琴手的位置本来是属于他的，我还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那天没有来 audition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是你搞的鬼。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现在后悔了吧？活该！你查过我，凡事都要留一手，这是你教我。你最好注意一下自己说的话，不然就别怪我把你的罪证交出去。到时候要死，就一起死。随便你，反正我已经决定解散我们的工作室。从现在开始，舞台上再也没有 Kira 这个人了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
静瑶。 三伯、宝英，你们有没有看到静瑶？拜托，你们给点反应好不好？你听得见没？就是要说我傻，他比我更傻。静瑶可能被我妈上了身，到半夜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如果你们看到她，一定要叫她回家。 拜托，哎，我听到了，我现在反应，你也给我一点反应嘛？你有反应，哎呀，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又不能做什么，还是找383来帮忙吧。对，走。静瑶，Dr. Hao， 你跑去哪里了？我找你一整晚啊！静瑶 ，Dr. Hao， 静瑶，静爷快被吓死了，你还不快点去救他？哎，静瑶。 静瑶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作死人呢！救命啊！静瑶，我还以为我又被抛弃了，像垃圾一样被丢了，没有人要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 还好，只是皮外伤，以后别再做这么危险的事了。我也不想的嘛。你怎么会跑到垃圾站里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昨天晚上还在房里睡觉呢，应该是被附身了。我吗？有时候我觉得你就在我身边。 但是又好像不是你，我想那应该是我妈吧。我就知道她肯定会再上我的身的，只是没想到这次竟然会这样整我。可是上一次我这样对她，这次她这样对我，我也可以理解。
是我处理的不好。我妈对我的依赖已经变成了占有，所以才会对我身边的人动排斥。那你妈的病怎么才能医好啊？这不是一种病，是心理行为。当他们觉得有人要跟他抢孩子，或者自己在孩子心中地位受到威胁，反应会更激烈。就好像有人想要抢走你心爱的东西，你一定会反抗的。是的。难怪这世界上有那么多婆媳问题，都是因为这些妈妈放不下。可是我又不是你的谁，你妈是不是以为我们？我会好好跟她解释的。解释什么？我会跟她说，我永远都是她儿子，不会因为任何人改变我对她的感情，因为她是我生命中独一无二的女人。就算我身边有了你，谁都不能取代谁。爱情、亲情，两样都对我很重要。你这算是告白吗？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已经怀孕了，是泽聪的。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你只不过是个代替品，因为他爱的是你妹妹 Kira。我妹妹，她真的死了。有些东西该放下的放下，该送走的就送走了。他说了，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。我希望你也一样。